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跃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主。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还不涨，我亲自上门看看。嫦娥仙子欠天地当铺绝世容颜一副，5000年内还本付息，逾期为奴为婢，任凭处置。太上老君欠天地当铺极品仙器1件，3000年内归还2件，逾期抵押雾斗绿弓和仙器。二郎真君欠天地当铺哮天犬1只，5000年内归还2只神兽，逾期收回抵押物灌江口。女儿国国王欠天地当铺。只是翻看了账本几页，三七就目瞪口呆，大吃一惊。他使劲地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后，才肯定自己没有眼花。账本里那些记录的债主居然是仙界的一些赫赫有名的神仙，你确定没拿错账本？三七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站在身边，恭敬递给自己账本的姑娘。主人，这确实是天地当铺的账本。这些年主人不在，那些在天地当铺借出物品的人，或是逾期不还，或者是装聋作哑，导致这典当行里能借贷出去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开什么玩笑？向神仙要账？我要离开这里，让我走，让我马上走，我才不要当什么天地当铺的主人。主人，你不能走呀！其实向神仙要债特别容易，不信我带你去走一趟，你可千万不能走呀！你走了我怎么办？向神仙要债，我小命都要不保了，我的命都快没了，我还管你的死活？松开，快松开啊！我的裤子！主人，你只要答应我不走了，我马上带着你去月宫向嫦娥收债。天地当铺的债务，只要主人你出马，真的特别容易收回来的。向月宫的嫦娥收债有没有危险？会不会死人？不会，你是天地当铺的主人，嫦娥她哪敢呀？那要不去看看？主人，请你跟我这边走，因为你是凡人之躯，所以一会要牵着我的手，千万不要松开。天地万物可当，开门。主人，请随我来。花月影紧握着三七的手腕，脚下突然生出一朵云彩，惊得三七不住低头。这花月影居然带着自己在天上飞，一瞬间，三七只觉得快乐达到了巅峰，白活了20年。主人，站稳当了，我们要去广寒宫了。片刻，两人就来到了一座清冷的宫殿前。广寒宫嫦娥仙子何在？天地当铺主人驾临此地，还不速速迎接？这还是刚刚抱着自己的腿，差点把裤子给扯下来的那个女人吗？人前人后变化，这也太大了。麻烦了，这汉子怕是要拿着举斧砍人吗？那汉子一看到花月影，弯腰跪下，匍匐在地上给花月影行礼。吴刚不知道花仙子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吴刚，这个家伙是砍桂花手的吴刚。玉兔不知道仙子大驾光临，有事远迎。我家仙子今早匆匆出门，奴婢一时也不知道归期，多有怠慢之处，还望恕罪。原来她是玉兔，不是传说中的嫦娥。丫鬟都这么美，那嫦娥长得会是什么模样？森不是出门远游了吧？怕是知道我天地当铺有了新主人，今天前来找他要债，怕是早早的躲债去了。我可是记得嫦娥仙子当初可是把自己当给我们天地当铺为奴为婢的。等他回来了，你就转告他，问他什么时候去天地当铺。不敢。起来吧。多谢仙子。主人虽然不在，难得仙子和贵主人大驾光临，还请入广寒宫喝一杯桂花茶。森主人，你请进。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摇身一跃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主。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主人，你请进。主人，吴刚和玉兔吃惊地看着三七，一个看似普通的凡人，竟然是天地当铺的新主人。小仙不知道天地当铺的主人驾到，快里面请。三七好奇地走进广寒宫，花月影黑着脸紧随其后。一个凡人是如何能成为天地当铺主人的？广寒宫的奢华，果然远非古代帝王所能比拟。顿时三七心中气愤无比。嫦娥住这么奢华的地方，还欠债不还，真是不要脸。随即二人被请到广寒宫正殿。两位大人，请享用桂花茶和桂花糕。玉兔说完，随即离去。这广寒宫上千年来都是桂花茶、桂花糕，这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一点都不欢迎我们的到来。嫦娥太会耍心眼了，越美的女人心机越重。就这样，两人吃了半个时辰后，玉兔、吴刚，你们给我滚过来！仙子有何吩咐？嫦娥堂堂上仙，当年跪在天地当铺门前要问奴为婢，在老主人面前哭诉，这才求得了天地当铺绝世容颜一副，成为了这天上人间最美的仙子。当年那副绝世容颜，不知道有多少上仙苦求不得。要不是看嫦娥哭诉她命苦，一个弱女子在这广寒宫中，你那老主人动了恻隐之心，才答应给了她那副容颜，怎么会有今天的嫦娥？花月影越说越气，而跪在地上的玉兔和吴刚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只求时间快点过去。这还是在自己面前温柔的丫鬟吗？真凶，而且这话说的也刻薄，不过我很喜欢。
你们主人避开不见，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给我退下吧，看着就心烦。是。主人嫦娥故意躲着咱们，这次怕是不行了，咱们走吧。看着钱钱也只能如此了，走吧。看见三七两人走后，吴刚和玉兔相视一笑。好了，这一年都清静了，只是天地当铺多了一个主人，还是一个凡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他肯定会感兴趣的。花月影和三七离开广寒宫后，全程黑脸。三七误以为花月影是对自己不满，却没想到花月影突然喷出一口血。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要紧？你要是死了，我也会摔死的。这花月影在广寒宫的时候不是牛哄哄的吗？怎么进会就吐血了？主人，我强行带着你上了一趟天庭，我灵力耗尽了，短期内无法穿行三界之中。三七紧紧抱住花月影，突然高空出现道道闪电。主人勒得如此紧，真运气不好劈到身上，先遭殃的可是主人。花月影刚想到这里，突然就看到有闪电劈了过来，他直接挡上去，把三七护在了身后。花月影在危险的时候没有扔下自己，还替自己挡下了雷击，自己这辈子怕是和天地当铺通不了关系了。唉，认命啊！主人，我不行了，我用最后的力量传送一次，能不能到当铺就看运气了。天地皆可当，看。终于是回来了，吓死我了！本来已经晕倒的花月影，此时已经睁开了眼睛，冲着三七笑。主人，我是天地当铺的器灵，以前别说带一个凡人上天庭，我曾经带着10万将士在天地间收账，谁敢逾期拖欠就把人拖出来一顿暴打后，直接把咱们的东西抢回来，哪会像今天这样惨？主人，天地当铺既然选中了你，你就好好干，终有一天你带着我带着10万将士在天庭横冲直撞，把欠咱们天地当铺的坏账统统的都给拿回来。好吧，别再哭了，看着都脑壳疼。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有精神了再给我讲讲。这天地当铺的事情，我就算愿意当这个主人，我一介凡人，不了解点总不会错。听到这话，花月影一下子来了精神。难得这个主人，这回终于不再口口声声的喊着要离开了。天地当铺什么物品都可以交易。那些物品会在天地之中寻找适合交易的人，真正需要那些物品的人。这里是账单，还有这些是目前天地当铺中已经可以交易的物品，只是这些东西价值并不是特别高。过清水10年寿命或求望星是10年使用期，逾期未还；时间逾期未还；花容月貌逾期未还；生命存获3年，聪力丸逾期未还。上一届的主人失踪了好多年了，怕是凶多吉少。他不在，我只是个器灵，被困在这天地当铺之内，也没有本事把这些东西收回来。你是这10年来第一个走进当铺的人。我懂了，这里还有3年的寿命，我试试选择第一个需要交易的人。三七的话音刚落，就看到有一个瓶子突然出现，散发出微弱的光芒。而在此时，城市的一处半山别墅里灯火通明。老爷、少爷，你们赶快过去，老太爷不行了，赶紧去见最后一面。这里是江成荣家的老宅，在这里住着已经年过80的荣家老太爷子荣建华。荣老爷子已经80岁，眼看时日无多。弟，你有什么要交代的？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荣志康低垂着头，眼看着父亲嘴巴一张一合，但就是听不清楚老爷子想说什么。陈家的人来了，说是来收老爷的账的，说老爷欠他们50个亿，要用咱们的老宅子抵押。我从来就没有听父亲说过借过陈家的50亿。父亲一生谨慎，怎么可能有50亿的外债？躺在床上的荣老爷子嘴巴不能言，但是心底还是明白的，想说话，想告诉儿子，这就是一个阴谋。他从来就没有借过陈家的钱，可是他已经危在旦夕，寿元将近，眼睁睁地看着儿孙受骗，却毫无办法。而这个时候，荣建华却感觉到眼前一黑，等他再一次睁开眼睛，却看到几个大字：天地当铺。主人，有人来交易了。这么多年来，天地当铺总算是有新的业务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主人的到来。此时，天地当铺一些功能好像重新激活了。等等，三七忽然看见有一个脸谱模样的东西出现，他刚一触碰，就自动戴在了脸上。这里是天地当铺，自己只是个凡人，而来的是人是妖还是神仙，自己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谨慎点好。说来也奇怪，三七一戴上面具，整个人的气势全变了，哪怕随便往桌子前一走，就像是一个驾驭人间的人，周身环绕着一种让人莫名畏惧的气势。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极诸天最大的战役。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无边的太阳，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我亲自上门看看你的。”主人，这面具有问题，这天地当铺里面的物品果然不一般。
天地当铺，这是什么地方？地府吗？不，这里是天地当铺。你寿元将尽，现在只有我能救你，让你重新活下去。仙人，我想活下去，哪怕多活1天1个月，我也愿意付出代价，付出我能拿出来的任何代价。我有钱，我有数不清的房产和公司都可以换，甚至其他的我都可以拿来换。如你所愿，10个亿换取你1年的寿命。我会让我的使者去见你，和你交易，签下这个合同，然后把那10个亿交给使者带走。好了，你可以离开了，到时候直接等使者到来就好了。花月影看了一眼三七，然后手一挥，眼前还有些糊涂的龙剑消失在天地当铺。主人，我们这里是当铺，以前都是把当铺东西放贷出去，然后收利息，你今天这是直接卖掉了，好像有点不对劲。花月影活了很多年，但是对于刚才三七的操作还是有点不明白。你看看这期正文，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当铺剩下可以放贷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现在的人呀，都是向前看，有了钱，有了资本，我可以换来更多的物品，这样才能一点点盘活这个天地当铺。而且天地当铺盘活了，你这个气灵是不是才能更强呢？奴不强大了，主人是不是能带着他出去要债，比如向嫦娥讨债？但主人真聪明，赢，太厉害了。小月影，你谈我这身怎么样？喂，主人这身真的好帅啊！与此同时，荣家老宅，欠债还钱，负债子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们荣家的老爷子不行了，这回就开始来账，50亿而已，荣家不至于连这个脸面都不要了。陈家业皮笑肉不笑的看着眼前黑着脸的荣志康，荣家也是要脸面的人，他们有上市集团公司，要是自己把荣家欠债不还，现金出现危机的情况发不出现，呵呵，搞不好荣家股价跌的都不止50个亿，这还不算荣家信誉受到的影响，到时候损失上百亿甚至更多。这次真的是吃定了荣家。荣志康正想让陈家业把欠条拿出来辨认一下笔记，却见管家匆匆赶来，低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荣志康看了陈家业一眼，示意管家过来招待他。荣志康，今天我还给你面子，上门讨要，白给脸不要脸，小心我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荣家欠债不还。你，使者怎么还没来？我已经签下了合同，我愿意给10个亿，我只求你赐予我生命。此时的荣建华在床上喊着，一扫开始的虚弱，给人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使者赐予生命，老爷子真的是糊涂了，就算是勾回使者来，那也是要命的。爹，我是志康，我是你儿子，你清醒一点。你有借过陈家的50亿吗？看到荣老爷子眼神清澈，荣志康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老爷子能记得陈家的事情。50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是父亲真的借过这笔钱，自己哪怕变卖产业，也要凑齐这50亿还给陈家。可要是陈家趁乱勒索，只要父亲还活着，这事就不会死无对证。来，使者，快志康，你赶紧去大门口迎接使者，使者能救我的命，快点！看着荣建华满脸着急，荣志康实在是没法子，只得离开，匆匆往大门口走去。家主这是怎么了？老爷子这都吊着最后一口气，把陈家的人都能晾在一边，让管家陪同，他这却眼巴巴的跑到大门口。不是说你笨，一看家主这模样，肯定就是有大人物光临。不信咱们打赌，赌1万块钱，一会家主肯定恭恭敬敬的迎接一个大人物。给你100，找我22块5，4舍5入。你要是没零钱，直接给我23也行。那司机看着三七，一脸鄙夷。抠门的穷鬼，人家打车给小费，你打车要4舍5入，还想让我倒找5毛钱？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给你22吧，我实在是没零钱。你可以扫码给我22块5，正好。喂，你这个人真是的，22块5，为什么少给我5毛钱？一点都不诚实，小心我举报你。请问你是使者吗？那保镖虽然恭敬，其实心底已经在哀嚎，自己就像是个白痴啊！这人肯定不会是要等的使者。对，我就是使者，老爷子在等我，对不对？难道父亲说的是真的？我是荣志康，使者你好，请进。他们出来，荣家的规矩还是挺大的。所有人都出去。荣老爷子看到三七，脸上的惊讶难以掩饰。我怎么才能知道你不是假的使者？天地当铺。荣建华眼睛一下子直了。10个亿，给这位先生10个亿判，我没有糊涂，快点！荣志康有些懵，看着父亲一个劲的催促，又不敢大意。先生，这是10个亿，密码123456，我能在这里守着我父亲吗？不能，你也出去。此时荣建华眼看油尽灯枯就要不行了，你要想救你父亲就出去，这要是救不活他，这钱我也拿不走的。好吧，拜托使者了。三七拿出一枚生命单让荣建华吸收，随即就起了变化。父亲，你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喊医生过来？不用了，我会亲自招待使者。一直躺着不能起身的荣建华居然站了起来，原本已经萎靡的样子也变得神采奕奕。这真是神迹啊！你感谢你，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宅主。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海，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
我听着上面大喊的声音。父亲，你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喊医生过来？不用了。一直躺着不能起身的荣建华居然站了起来，原本已经萎靡的样子也变得神采奕奕。这真是神迹啊！不知道使者贵姓，怎么能联系上您？能否赏脸喝杯茶？看着荣老爷子此时的神态，三七只觉得好笑。那个似梦非梦的奇遇，那个神一样的男人，自己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争取多活几年。我叫三七，目前的身份是天地当铺的人间使者。你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该离开了。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使者误会了，我只是想看有什么地方能给使者效犬马之劳。荣老爷子看到了三七的不快，马上掏出一张黑卡，恭恭敬敬地递了出去。这是我们荣家的至尊卡，手持这个卡在荣家产业消费全免单，而且还能享受到一些荣家的特殊服务。贸然之下没给使者准备什么礼物，这就是孝敬您老的。看到这一幕的荣志康惊掉了下巴。先生，这张卡只有我父亲和几位叔辈有，哪怕是家里继承人的我都没这张至尊黑卡。拥有这张卡可不仅仅是消费免单，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无条件的调动家族的一切力量和资源。这张卡价值不可估量。有些了。不敢当，告辞。哈哈，恭送先生。荣老爷子看见三七消失之后，整个的气势陡然一变。志康今天的事一定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是父亲，陈家的人还没走吧？想趁着我将死之际，打算来个死无对证，空口白牙的就想讹我荣家50亿，真是好算计。荣建华怒气冲冲来到客厅，直接吓死了陈家业。荣老爷子，我的天，不是说荣老爷子活不过今晚了吗？完了，荣老爷子没死，陈家怕是要倒霉了。陈家小子，听说我欠你们家50个亿啊！老头子，我年纪大了，怎么就记不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个，老爷子，你忘记了10年前你曾想和陈家合伙做生意，当年说是母钱借了我们家50个亿。哼，忘恩负义的东西！10年前是你们家向我借钱，借了50个亿。我还有当年的人证物证，甚至还有欠条，我这还没死呢，你们就想颠倒黑白，再坑我荣家50个亿。原来这陈家不是放贷人，而是借贷人，50亿里外一番，他们就想坑咱们上100亿。这陈家也太不是个东西了，颠倒黑白的就想坑咱们。荣家老宅一时议论纷纷，幸好父亲遇到贵人，逃过这一劫活了下来。万一父亲病逝，陈家有心算无心，我荣家可就完了。完了，这一切都完了。荣老爷子、荣少爷，能不能看着往日的情分，放我陈家一马？害人者终将害己，管家报警。陈家业此时如同天塌了一样，他是做梦都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与此同时，天地当铺，花月影看着面前堆的小山一样的钞票，眼睛都直了，亮晶晶的看着三七，充满了崇拜。三七正想说什么，突然灵光一闪，呵，有客人要来了。三七带上脸谱浑身的气势陡然一变，传送法阵一闪，一个40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般，满脸的苦相，一看就是饱受社会风霜的人。天地当铺，钱好多钱啊！要是我的就好了，我缺的就是钱呀。我们可以给你钱，但是你拿什么来交换？那男人抬头看到带着脸谱的三七，心一哆嗦，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我缺钱，缺很多钱，只要你们肯给我钱，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天地当铺，你可以借贷任何东西，比如钱，当然你得拿出相匹配的，或者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你才能把那些钱拿走。你需要多少钱？我需要很多钱，100万不1000万。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1000万。有了这1000万，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儿子不用再抱怨我了，媳妇的病也能看好了。可以，你可以用20年的寿命获取1000万，也可以用你的身体，比如心脏、血液或者肢体加起来换取1000万。我的寿命可以换1000万吗？换了寿命后，我还能活几天？只要是能活3天，我就无怨无悔了。No， 哪怕换了1000万，你的寿命还可以让你最少活几年，那就够稳了。我要用我的寿命换1000万。王东升，求你了，仙人，求你了，签合同吧，用你20年的寿命换我的1000万。这是一份合同，王东升，你自愿卖出20年的寿命来换取1000万，前后两清后各不相欠，是否同意？我同意，我同意。你闭上眼睛，不要动。好了，王东升只觉得身体沉重，似乎自己一下子到了暮年。交易完成了，你可以走了。王东升瞬间消失，在自己家中醒来。天地当铺，王东升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直到看见地上的那一堆钱，不敢相信的瞅了又瞅，摸着自己苍老的脸。这回有了这1000万，儿子应该不用再抱怨自己了。有了这1000万，儿子应该也能好好孝顺自己了。有了这1000万，媳妇的病应该也能看好了吧？有了这1000万，儿子应该也能娶上那嫌自己家穷的漂亮媳妇了。
用20年寿命换1000万是真值啊！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为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手，摇身一跃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役。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不还。什么？嫦娥说我亲自上门看看你的事。眼前这个男人睡了一觉就拥有1000万，但代价是自己20年的寿命，他丝毫不觉得亏。有了这2000万，我终于能给儿子买套学区房，儿子也能娶到那嫌自己家穷的漂亮媳妇了。就这样，王东升把儿子和那姑娘叫了过来。我当年攒下了一笔钱，把这笔钱拿来投资买股票了，现在股票大涨，索性把这笔钱拿出来，给你们在市中心买一套昆仑的学区房。那姑娘听到这里，眼睛都亮了，笑眯眯的也不说分手了，恭恭敬敬的喊了王东升一声爸，让王东升很是受用。但就在买楼的时候，又出问题了。亲爱的，如果你真的爱我，想和我共度一生，就应该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那她是个好女孩，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孝顺的。如果爸有钱的话，最好买2套房子，我们那一套就写她的名字。儿子，这房子写她的名字，你真的想清楚了吗？爸，她是个好女孩。我爱她，想给她安全感。王东升看着儿子和那姑娘，心中充满了矛盾。先生，你想好了吗？这个要怎么写？我决定了，一套写儿子的名字，一套写儿媳的名字。王东升最终还是决定听儿子的。儿子，结婚是你们2个人的事，但作为父亲，我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爸，谢谢你，我会好好对她的，也会孝顺你和妈妈的。爸，就是现在彩礼这边还有点问题。怎么了，儿子？我媳妇那边图吉利要66万彩礼。还不包括酒水钱，这钱你得出啊，爸。这好吧，我出，不过这是最后一次。谢谢爸。就这样又过了2天，王东升儿子儿媳又找了过来。你们怎么来了？大海，还有点事，还得麻烦你一下。什么事？爸，我们这边有上车钱这一说，也不多，你拿个10万块吧。这，我没钱了，手里只有几万块，准备留给你妈买要吃的。你们要结婚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我什么都不管了。王东升儿子儿媳顿时急了。爸，别人都说咱家有钱，你这是故意给儿媳难堪，10万块就不肯呢？人家都说没这个钱就不结婚了。我真的没钱了，这是我仅剩的6万块，都给你了。儿媳一看才给6万块的上车费，顿时就觉得这是故意羞辱他们。虽然最后媳妇娶回来了，但是天天闹得不可开交。爸，他提出离婚了，咱花500多万的学区房变成他婚前的财产，要是真离了，跟咱家一点关系没有。甚至他那边还要求分割我名下那套100平的房子。什么？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你那花70万买的车呢？这个说，快说！也是写的他的名字，也算女方婚前财产。甚至那66万的彩礼钱算是自愿赠与，也很难拿回来。老实巴交的王东升惊怒交加，晕了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就都变成了这样。爸，别担心，还有我呢，都会好起来的。没钱穷的时候，我费尽苦心，只想着只要有了钱，就有了幸福，人生圆满，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为什么最后还是这样？为什么自己明明有过1000万，一辈子都挣不到的1000万，可为什么最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借亲戚的钱看病，围在自己身边默默伺候的，还是那个读书少没文化，但是心肠好说话直的儿子？一切好像又都回到了原点。躺在床上时日无多的王东升，一时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他脑子里甚至又出现了天地当铺4个字。天地当铺里，花月影看完了王东升这几天的遭遇，忍不住对3七吐槽道：主人，你看那个客人是不是很傻？有钱了，最后却还是一贫如洗，负债累累。人活的好与坏是受眼界和性格影响，跟钱的关系不大。有钱有时候也不是万能的。哦，对了，你这个光看客人的能力倒是不错。叔说你还有什么能力？主人，天地当铺因为逾期的债务太多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客人上门，所以我的实力也大减。但只要再有第3个交易的客人，我就又能恢复一项能力了。遥想以前天地当铺最红火的时候，我手下都有无数的神仙来来往往的伺候，那时谁吃了龙胆也不敢欠债不还呀。那个时候人间的生意我们做的极少，没想到天地当铺有天落寞了，反而是人界的生意最先复苏。3笔，只要有第3笔交易，我的能力就又可以恢复一点了。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继续努力，争取让你早点恢复。好的呢，主人真好。听了那么多关于天地当铺的消息，我也算是明白了，这突然出现在自己体内的方印，应该就是这样钱庄内最珍贵的东西。通过它可以掌控天地当铺的一切权柄。正打算研究一下的3七，就听到有叮当当的风铃声响起。主人，有人来了，这已经是第3笔了哇！
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欢迎来到天地当铺，你能来到这里，是不是很缺钱？需要非常一大笔钱？对，我缺钱，特别缺钱，缺得要命。为了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果然，能此时出现在天地当铺的人，都是被那10个亿吸引过来的。能被钱吸引到的，肯定都是极度缺钱的那种人。三七观察着这个红衣女人，她的寿命不是很长，身体因为长期熬夜也不是很好。她身上却有让人意外的东西，一种很特殊、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爱。我可以给你1000万，但是我要拿走你10%的爱，你愿意吗？你爱红衣女子只觉得这是老天爷在照拂她，舍弃掉爱情就能换取到1000万。我愿意用1000万来换取我身上任何东西，包括我的爱。准备合同吧，我要他的爱情。好的，主人。卷轴陡然出现，瞬间就吸走了女子体的爱情。你感谢你，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手摇身一变，成为如此诛心最大的人。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还。什么？嫦娥说心就上了你敢信吗？这个女人来到天地当铺，要典当自己的爱情换取1000万。谢谢你们，对于我来说，1000万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我为了100万都差点自甘堕落，更别说突然让我有1000万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道，你也是付出了等同的代价才得到这1000万，都是你应得的。回去吧。三七说完，女子就流下了泪水，随即就被传送了回去。主人，你怎么就看出来这个人身上最值钱的是爱情？我看着他全身上下就没超过1000万的东西，包括他的身体。秘密，告诉你就不是秘密了。切，主人不说拉倒。先把这东西做成物品，咱们当铺里可以用来接待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好的呢，主人，看我的。花月影拿出一个葫芦，将爱情装了进去。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做好？很快的哦，主人，请主人给他起个名字吧。那就叫红颜吧。香朝云从屋子里醒来，闻着空气中刺鼻的劣质酒味，皱了皱眉。怎么又喝酒了？醉生梦死的麻痹自己，缺钱也不能一直这样一蹶不振啊！刚才还做了一个美梦，要是真有1000万该多好！天啦，刚才不是在做梦？1000万，自己真的有1000万。记得这1000万是一个带着脸谱的神给自己的，好像说是用来买自己的爱。哎，自己还有爱吗？穷人还配谈爱吗？此时江昭云只知道有爱帮不了阿天，但是有钱一定可以帮阿天。阿天不应该就这样消沉下去，他应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阿天，起来，你要的钱来了。让那个女人给我滚！那么多钱，这足有好几百万吧？这么多钱，足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还清债务后自己找更好的。谁还在跟这些女人厮混啊？朝云，这是给我的，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朝云，谢谢，谢谢。随即冲着床上的女人喊道：“你还不给我滚蛋！”花月影有些呆呆地看着出现的画面，她是器灵，懂很多东西，却唯独不懂人间的情爱。她实在是想不懂，这个红衣女子为什么这么奇怪，看不懂也不理解。主人，这个红衣女人好奇怪哦，为什么她看到那个阿天身边躺着别的女人，她居然不生气，还这样帮助她，甚至出卖自己的爱，换来的钱都给了这个男人？我有点糊涂了。哈哈，这只是凡人的情感啊，复杂又琢磨不透。不过我倒是很好奇，这第3个客人都来了，你又有什么能力被恢复了？主人，能力是恢复了一点，但不是很厉害。行了，你快说吧，别卖关子了。就是现在我可以随便进出天地当铺了啊，这个也不错。这样说，咱们可以去天庭了。不能，只能去人间。那好鸡肋，你以前不是能去天庭吗？现在恢复的能力只能去人间。三七有些失望，他还念念不忘花月影带着他在天上飞的感觉。主人，你别这样，我陪你去人间也不错呀。我们可以查一查人间的业务，说不定很快我们可以再去广寒宫堵住嫦娥，把她给带回来。不错，这个想法很不错。就在这时，有客人来了。一个满脸皱纹、面色苍老的妇女出现在天地当铺。这是哪里？我不是要去庙里上香，求菩萨救救我女儿吗？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当他说完，看到上座的三七时，一下子用手捂住了嘴巴。大慈大悲的菩萨呀，曾经我的命是您给的，那年我向您祈祷，得到了一个饼，又靠着乞讨和吃百家饭长大。这么多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别人对我的恩情。我创办了一个孤儿院，这么多年来，把家里的钱都投了进去，养活
活了很多孩子，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也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小玲她得病了，我却救不了她。我丈夫不在了，连她的抚恤金我都拿了出来养那些孩子，而小玲是我和丈夫唯一的孩子，我却救不了她。我是不是该天打五雷轰？我也有私心呀！求您救救我唯一的孩子吧，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小玲的命。你女儿出了什么事情？你想要什么？小玲得了白血病，医生说她活不过3个月，我只想她活，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她的命呀！白血病嘛，这天地当铺可以用的物品就只有肾脏了，给小玲换上肾脏，估计她还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更久吧。你还能活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你的命还有用，所以我取你身上其他的东西，可以吗？啊，我不懂，我只想求菩萨救活我的孩子，你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哪怕现在就要了我的命，我毫无怨言，甚至我自私一点，我手里还有1000多万，也可以拿出来。那女人说到这里，呜呜的哭泣起来。那些钱本来是想留给那些孩子，可此时她作为一个母亲，她只想救活自己的孩子。你要是听明白，就签合同。我要你身上的一种品质，感恩的心，因为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愿意抚养那么多的孤儿，说明你有一颗感恩的心，这很珍贵，这东西很适合天地当铺。好，我愿意，谢谢菩萨恩典，谢谢菩萨。张华看见如此神奇的一幕，吓得不住地冲着37和花月影磕头，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喊着：“谢谢菩萨恩典，谢谢菩萨，谢谢。”你感谢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役。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老君，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把嫦娥都心地上的你感谢眼前这个女人，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典当作为人最基本的金色品质之一。谢谢菩萨恩典，谢谢菩萨，谢谢。你先回去吧，很快我会派出使者去救活你的闺女，那个使者叫37，他会帮助你的。张华冲着37磕了几个头，随即就消失在了天地当铺。在某医院的病房里，张华趴在一个女孩身边，像是做了一个梦，焦急地喊着自己的闺女小玲。可惜小玲像是睡着了一样，根本就听不到自己怎么突然做那么奇怪的梦。如果小时候自己饿得慌的时候，就会梦到菩萨点拨，这次应该也是一样吧。天地当铺使者37，张华不住地低语着，一直念叨这几个字，这是他的希望，希望闺女真的能活下来。大慈大悲的菩萨，要是小玲这一次能活下来，我这一辈子到死都会一直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我发誓，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主人，天都这么黑了，我们今晚就要去吗？这算不算加班？今晚加班，咱们先去医院把那颗肾脏给小玲换了，争取让她早日恢复健康。37和花月影使用了幻术，刚到医院就被当成医生叫住。你们来帮一下忙，病人情况不太好。37跟着进了病房，一进门就看到了站在角落边的张华。病人昏迷了，心跳也减慢了，情况不好，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主人怎么办？要是送进了急救室，我们没办法控制这么多人，给他换肾脏。先静观其变，家属签字吧。手术成功的把握不高，你要有心理准备。既然手术成功率这么低，那就不要动手术了，让我陪着他，让他少受点罪吧。37看到机会来了，主动上前，手术让我来做吧，我保证他能活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科室的？你有把握吗？37，我能让病人活下去。好，求你快给我女儿做手术吧。这人变脸真快，同样都是医生，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张华这会激动不已，他想起了那个梦，想起菩萨说的，派出一个叫37的使者来救他的闺女。你放心，一定会好的。请大家出去一下，这里有我和37医生就可以了。手术科有叫37的医生吗？我在外科办公室怎么没看到过他？手术科没有人叫37，我还以为是你们外科的医生。外科办公室没有这个医生，我知道花名册，最近也没有新调医生来医院。但这个37都不认识呀。不仅如此，那个女护士戴着口罩，看着身段那么美，可是大家都不认识呀。就是，我敢保证，像这么美的女护士，我们不可能不认识。工作群里肯定有人发照片的，可现在是真不认识。他们要不是咱们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还跑到手术室给人做手术，这不成事故了吗？我的天，这可糗大了，得赶紧调查才行。要是真的出什么意外事故，自己这个主任医师也就跟到头了。此时手术已经进行了，手术室根本就打不开，咱们不能在这里干着急啊。这样，我马上去联系医院的领导，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们在这里守着。好的，希望这不会是一场巨大的医疗事故。
37，使者37，他一定会救活小玲的。那个梦竟然是真的，菩萨真的派人来了，好心真的是有好报的。妈妈，你别担心，妹妹不会有事情的。几个哥哥已经得到消息了，他们也会很快赶来的。这边医院救不了，我们就想办法把妹妹送到上京去，那边有全世界最好的专家，一定能救活妹妹的。眼前这个护士也是在彰华的孤儿院长大的，也是彰华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孩子，别急，有菩萨在救小玲，别急，你妹妹会好的。妈妈，我们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菩萨什么神仙，我们只知道是妈妈救了我们，给我们一个家，抚养我们长大。如果说这个世界一定有菩萨有神仙，那一定就是妈妈你。傻孩子，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如果这一次小玲活不成了，自己就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了。要是有神仙，难道都瞎掉了吗？连张华妈妈的女儿都不放过，世界上那么多的坏人，为什么不去收他们的命，而是要小玲死？主人他们都出去了。好，我要动用天地当铺的力量，施展换葬精神阵，你展开结界为我护法。好的呢，主人。什么？院长说医院里真没有这个叫37的医生？我天，这下麻烦了，马上调监控，要看看这个37是怎么进来的。这个叫李长志的主任医师此时都要哭了。自己当了这20年的医生，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稀奇古怪的事。这年头还有人敢假冒医生，这下可完了，一会出来人没了，家属闹起来，上面一查发生了这么大的乌龙事件，院长都得跟着倒霉。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一世诸天最大的产业。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愚昧的海王，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我亲自上门看看。”就在李长志察觉37是个假医生，并把事情汇报给院长后，院长带着主任们纷纷赶到。这拍警匪片嘛，医生、护士还有人假冒，家属那边怎么说？院长，病人家属还不知道这些事。长志，你这次做的不错，反应挺快的，给医院争取了时间。嘿嘿，就算是有什么问题，有这段时间也足以应付了。这个病人家里是做什么的？这个病人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他妈妈开了个孤儿院。据我们了解，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不少都是从这个孤儿院出来的。做手术这人什么目的？去掉手术室监控录像，而且这事情一定要保密，除到我们这些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医院治疗死人也算是正常，但是要是医院给病人治病的医生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问题就大了，会有人质疑医院的制度不行，在场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都会倒霉。院长，我们刚才看了手术室的监控都被遮挡了，我们什么都看不到，自己也太倒霉了。为啥在自己负责的时候出事？那就盯着，大家都去看看，让家属做好节哀的准备。这个病人情况我也看过，几乎是没救了。对，向家属解释一下，医院只是进行人道主义抢救，没有我们的任何责任。妈妈，妹妹的情况怎么样？好孩子，你们怎么都来了？有病历单子吗？我看一下妹妹的病情。有的，大哥，我特意留了一份。妈妈，小妹这个样子，应该早送到上京去治疗。这中医院的技术并不好，一会妹妹出来了就转院，钱我出。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张中义，你看看这些数据，根本不能转院。小妹的并发症太多，今天能不能熬下来都没准了。小玲今晚昏迷了，李医生说做手术的话，成功率不足20%。李医生是李长志吗？是他在做手术吗？手术不是李长志做的，是另外一个叫37的医生。那个医生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震惊不已。岂有此理！这个手术就是你李长志来做，最多也就2成的把握。可是你们医院竟然让外院的人来做。我是上京医院的张仲云，你们这样玩弄病人的生命，是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吗？院长和李长志这时都慌了，连忙表示：误会，病人的情况相信你们都看了，已经到要死无医的地步了。是啊，情况大家都了解了，我们也愿意适当补偿。其实张医生也应该懂，病人这个病不管是谁都没办法治好，特别是他今天开始昏迷，说明已经恶化，几乎是不治之症。妈妈，你太大意了，应该早一点去上京医院治疗。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哪怕就是换肾脏，就小玲现在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手术。所以您节哀吧，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不，37可以救活你妹妹的，你妹妹不会死，37可以救活她，一定可以救活她。咦，手术室门开了，快进去看看。
快检查一下，心跳正常，血压正常，腹部有刀痕，应该是被动过手术。这边有衰败的肾脏，我天，那个3期给小林做了换肾脏的手术。不可能，不可能，小林身体那么虚弱，根本就不适合做手术。妈妈，这一定是你的善良感动的上天，小玲身上才会出现了奇迹。我们要一辈子记住3期这个名字。我说过，菩萨会帮我的，使者3期一定会救小玲的。好饿呀，主人，你要不要吃点夜宵？想吃东西了呢。你请客吗？主人，你也太抠门了，有这样压榨职员的吗？你是我的职员吗？我又没给你发工资。到了，我太倒霉了，太可怜了，我只是想吃个夜宵，我请你还不行吗？臭主人。阵法展开，一阵恶臭飘来，花月影捂住嘴巴，顺手扬了一下，屋子里有清风吹过，把那股子恶臭吹散。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脏的乞丐进入天地当铺。无妨，天地万物皆可当，来者就是客。哈哈，你是谁？来到天地当铺是想当掉什么，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卧槽，神仙！别人都叫我老烟，我就是一个要饭的，我身上可没什么宝贝，我就想要钱，很多钱，能施舍一点吗？哪怕给1块5块钱都好。我身板小，又有个风湿的毛病，在老家农村种田种地根本就赚不到钱，养不活自己，无奈只能乞讨过活。神仙你们行好，给我一点钱吧，1块2块我不嫌弃少，1万2万我不嫌弃多，只要有钱了，我给你做牛做马，不，每天给你们上香磕头，哪怕让我少活几十年，我也愿意啊。你需要多少钱？你还有40年寿命，你想当掉多少年的？40年寿命，真的，哈哈哈。那我当掉10年，不30年，我要10万，20万，我要30万，就是30万，当掉30年的寿命，我要30万，可以吗？你感谢你眼前这个小伙，为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形诸天最大的战役。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可完。什么？嫦娥说，有机会上门卡。眼前这个乞丐来到天地当铺，张嘴就要当掉自己30年的寿命，只为换取30万享受人生。神仙求求你们行好，给我10万，不20万，我要30万，就是30万，当掉30年的寿命，我要30万，可以吗？真是廉价呀！30年的寿命可以做成30颗生命丸了。人呀，穷的时候命真的是不值钱了。签合同码，30年30万，如你所愿。多谢神仙，多谢神仙，你可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我给你磕头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都快忘记我叫什么了。老烟是我的外号，我的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了。那好吧。哈哈，今天生意很好啊，这个客人还没走，下一个就已经来了。是啊，主人，照这个速度下去，咱们天地当铺恢复往日的辉煌指日可待啊！交易完毕，你回去吧。臭死了，这个老烟太脏了，我要把这里空气全部换掉，省得一会再把下一个客人给熏跑了。好，我发财了，这梦竟然是真的。有钱了，回家衣锦还乡，我要翻修房子，我要娶媳妇，我要享受人生了。竟然是黑色传送门，这次来的难道是魔或者妖吗？这还是我第一次接触神魔客人。天地当铺还真有这个地方，我还以为传闻一直都是假的。我想和天地当铺交易，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只要你们喜欢的，我都可以拿出来。主人，留下他。我想要一颗感恩的心，能让我的孩子明白一些道理。至于我可以当掉灵魂，我的自由还有我的一切，只要你们肯收下。感恩的心，我可以满足你，但是你拿什么来交换这样东西？我手里有绝世的美玉，以前曾经拿来把玩的，还有一个宝贝，就是类似于龟壳，可以抗击神仙的攻击。这龟甲倒是比这百天珍贵的多。当初得到那颗感恩的心，只是付出一个健康的肾脏，而那肾脏当初也只是花费了10万块买到了。要是如此循环下去，当铺收到的物品只会是越来越珍贵。签合同吧，我要你的灵魂和自由，还有你的身体以及那件龟甲。我会给你几天时间处理身后事情，3天后你来天地当铺报道。好的，我愿意付出我的灵魂、自由，还有一切，我不想错失这个机会。契约开始生效，一道虚影显现。
直接就进入了眉心中间。拜见主人，还请主人赐名。你与我签订契约，便与前神再无瓜葛，生死于我一念之间，从此无前尘无过往，那便自尔无名为名。多谢主人恩赐，无名拜见主人。你起来吧。无名，你对魔界熟悉吗？主人，我最熟悉的就是魔界。好，我们去魔界一趟，去找孟婆收一点账。是主人。这次我和无名一起去，小月影你留在天地当铺中吧。好的，主人。主人你是美玉，孟婆是瓦砾，在那边要是有什么事情，你让无名去做。你看着不对劲，那就赶紧回来。好了，好啊，我知道了。我是当铺的主人，如果不努力的话，怕没有好下场。要是真有事，我让无名先冲。这次是主人第一次出门收账，真是让人不放心啊。天地万物皆可当，开！主人，你这样太慢了，要不我拖着你走。冥府这边是什么样的？没有交通工具吗？都靠一双腿来飘。主人，魔界其实也分好几个大区域，其中的冥府和人界最像。哦，冥府有乡村，城镇我还可以接受，为啥连现代人界的交通工具都有？这些年人界生育率很低，这么多年死亡的人又多，很多灵魂都停留在冥府之中，他们在转世前都有身为人时的记忆，所以冥界就变得跟人间很像了，什么都有。走吧。你们是新来的吧？要不要进来喝口茶？最近都没看到有生人路过了。多谢老婆婆，我们还要赶路，这里距离冥府孟婆庄还有多远？孟婆庄呀，好像很远很远。我们这边有个大王庄，听说大王庄的大小姐好像经常去什么孟婆庄，她应该知道孟婆庄啊。是这样啊，主人现在怎么办？无妨，咱们先去大王庄看看是个什么情况。是主人。老婆婆，大王庄怎么走？一直往前吗？是一直往前1-20里就到了。别，我孙子回来了，我让他给你们带路吧。他叫阿远，是我老婆子的亲孙。我叫咱妻，这是无名。我勒个去，这头发，魔界也流行非主流啊！阿元看着三七怪异的眼神，尴尬的说道：“哎，别提了，我染的一头红头发，不知道有多拉风。谁知道死了以后，也不知道是谁给出的主意，非把我这头红头发给重新染色，染成了黑色再下葬。偏偏染发剂质量又不好，就变成现在红不红，黑不黑，哼哼。肚子疼。这阿元生前也是个标新立异的年轻人，可是等到死了以后，家里人还是按照老规矩给他下葬，挺好的红头发变成了现在这种搞笑的颜色。其实这个头发这样搞还是挺特别的，只要是特别与众不同，都很拉风。哎呀，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我这头发挺好看的，至少在这冥府头一分，没有第二个人再有我这样拉风的头发了。兄弟，对大王庄熟悉不？三七大哥，你们要去大王庄啊，那去了可得谨言慎行。那大王庄的大小姐，人长得虽然漂亮，但仗着自己是孟婆庄的人，骄纵的很，年高于顶，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附近方圆100里的人，谁见了不得尊称她一声大小姐。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人。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无边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可还。什么？嫦娥说有心字上了他看到的事情。三七和一见找孟婆，路偶遇冥界非主流少年。三七大哥，我不知道孟婆庄在哪了，但是大王庄大小姐知道，她是孟婆庄的人。她是孟婆庄的人，你都不知道孟婆庄在哪里吗？是啊，那个大小姐听说100年前被孟婆庄的人选中，至于那孟婆庄位置，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知道的。行吧，咱们先去大王庄看看。老婆婆再见。奶奶，我一会就回来。去吧去吧。三七大哥，我劝你还是老实的找个地方住下排队，等待投胎吧。现在的人都不愿意结婚生子，弄得我们一直在等行善积德的修炼，免得排不上队投胎做牲畜。投胎的名额也可以卖，那么要是想投胎的人变多，大家都去买怎么办？姐姐，那就去胎家买。投胎有什么好？三七哥，你是新来的，肯定不知道，这冥府还有人间没有的福利。我跟你说，你要是知道了，说不定你也会舍不得去投胎，也愿意等个上百年去搏一搏啊！是什么福利这么好啊？你知道大王庄为什么叫大王庄不？不知道。等等，难道是？没错，就是因为100年前王家的姑娘被孟婆庄选中，王家一跃成为这路的大户，年庄子也改名叫大王庄。那王大小姐
100年来一直都是这村子里的骄傲，也是最近几年王大小姐有时候会回来小住，要不然千里之内你们都找不到一个带路人。哈哈，那是真是不错，这孟婆在民间的威望和名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啊。主人，孟婆掌管孟婆堂，身为是民界高阶神，所以才会有这般名望。不过三七哥，我劝你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想进孟婆庄的灵体，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哪怕是做奴仆，那希望也渺茫无比啊。说话间，一行人就飘出了几十里路，来到一座豪宅前，就见门外一群拿着刀枪站岗的护卫。完蛋了，主人好像是来找孟婆收债的，这怎么也想不到，就连孟婆手下的仆役都这么牛掰，真是好大的谱啊！大门口都有这些人拿着刀枪站岗，这还只是因为王大小姐被孟婆庄选中当了个奴仆，真是让人有点牙疼啊！自己可是第一次出来收债，要是无功而返，那可就丢人了。你们是干什么的？王哥是我陈阿元呢。王哥你可真威风，今天王大小姐还在庄子里吗？原来是陈阿婆的孙子阿元呀，乡里乡亲的，你婆婆在陈庄守了上百年了，你就别作死了，还来这里打听大小姐的行踪，当心大小姐收拾你。王大哥你误会了，我这边有2位客人远道来求见大小姐，想打听孟婆庄的具体位置，我看牵扯到孟婆庄，所以不敢大意，这才把人领到了这了。就在这时，一道怒喝响起：陈阿元，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带人来我这里打听孟婆庄的消息！孟婆庄3个字也是你等贱灵可以提起的吗？就这模样还被他们当成女神，是鬼当的时间长了，审美都改变了吗？王大小姐，我看他们不像是坏人，而且只是打听去孟婆庄的路，并没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地方。完蛋了，都怪奶奶年纪大也是老糊涂了。孟婆庄可是株洲有名之神，自己这些普通的灵体怎敢出击？也怪自己糊涂，怎么就揽下这事了？但是见到爱慕的王大小姐，能有借口说一句话，也不虚此行了。放肆，凭你也配这样和我说话？你一个贱灵懂什么？王大小姐的动作出乎三七的意料之外，本来她觉得这只是小事，但此时却是勃然大怒。主人这模样，应该是要护着阿元了，都怪自己没想到救下阿元，罪过罪过。你想干什么？主人怎么处理这丫头？问到去孟婆庄的路，然后给我打。阿元虽然有些造舌，但也是为了自己受的伤，这口气总得出了。我操，这是怎么回事？强大无比的大小姐就这样收拾了？这是遇到神仙了吗？大小姐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我的天，这是看到神仙了！神仙，求你饶了王大小姐一命，她要是死了，这老就没有人知道孟婆庄子怎么走了。阿元虽然看起来是为三七着想，实际上是不忍心看到自己喜欢的王大小姐受折磨。唉，真是色迷心窍了，人家一见面就把你折磨半死，你这回还顾着给人求情。这男人遇到漂亮女人会昏头，这死掉的男人遇到丑女人更容易晕头。无名。闪开，别碰我！眼前的这人不是自己能对付，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这太恐怖了。见过上神，剑林有眼无珠，还望2位上神恕罪。我这里有去孟婆庄的指引虫，只要跟着他走，就可以找到孟婆庄。算你识相。这阿元，你打算怎么赔偿？我马上给他治疗，并且送出1亿的冥币赔罪。小人真的是有眼无珠，求你看在孟婆大人的份上，饶过小人。给他2个亿吧。此时王大小姐虽然肉疼，可也不敢多说。是，遵命。我们走吧。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为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妖神，成为了一个族群最大的神。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一个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不还。什么？嫦娥多好，我亲自上了他。区2个剑灵竟然敢当众打我，绝对不能这么算了。见过小姐，小姐你可得小心呀！有人来庄里要找你的麻烦，我因为阻拦被收拾一顿。谁？好大的胆子，在这冥府之内敢动我们庄子的人，他不想轮回转世了吗？主子，那人就是要找庄子的麻烦呀！我拦不住他，就送给他们指路虫，那虫子怕是要带着他们多绕几步路，我这就赶紧回庄子，咱们这一次可不能饶了他们。那打我的叫无名，还有一个叫三七，是一个心死的灵体，主子你要小心呀！哼。上百年了，都没有人让我王香当众受到这么大委屈。我虽然只是孟婆庄的一个奴仆，但是有孟婆在，我在冥府之中也得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三七大哥，我想跟你们去孟婆庄，我这2辈子都没去过那了，好想去看看，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子孙后辈吹嘘。行，跟你奶奶打一声招呼，咱们走。嘿，这是你和无名哥的，这钱我不能拿。嘿，要不是你们，我被王大小姐打伤了，估计连治愈也得不到。我是最低等的剑灵，这些冥币在我手里不安全。阿元这回倒是想通了，看来也是个可造之人。你真的都给我们？你不是很缺钱吗？是很缺钱，你们能带我去孟婆庄长长见识，就已经是大恩了。何况这些钱我真的拿了，会给我招灾的。我都想让奶奶去亲戚那边避一避风头了。跟上走。
冥府不是都有最先进的手机吗？怎么现在还用这么老土的东西？主人，不行，咱们就去买一个车，这专门去孟婆庄，不知道要赶路到什么时候，再让主人您受累。好吧，你去看看哪里能买到。是主人。这车还不错，跟人借的差不多了已经。路虫怎么往那边飞？那边有个湖，水一直很浑浊，据说里面有猛兽。咱们这附近的人可是谁都不敢靠近那湖，这虫子该不是？哎呀，还真往那边指！糟糕糟糕！我怎么说这孟婆庄没有人知道位置？湖边不能靠近的，所有人都是有去无回。要不咱们是回去吧？不去孟婆庄，可以去其他地方，不一定非要去孟婆庄啊。无名和3期全程都没说话，放肆大胆孽畜！哇，3期哥，你们真是高人呀，太牛了，真是太牛了，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此时心中的震撼。只是隐约觉得自己要跟着他们去孟婆庄，真是最正确的决定了。来到冥府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在冥府看到花。彼岸花，这是彼岸花，在冥府相传，彼岸花又叫曼珠沙花，只开玉皇泉，花开不见叶，出叶不见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这条河莫不是忘川河的源头？主人，这彼岸花开在冥界忘川河边，当灵魂渡过忘川，喝下孟婆汤，便会忘却生前的种种，将曾经的一切留在了彼岸。往生者踏着花的指引，通向幽冥之域。彼岸花已经出现，忘川河的源头就在脚下，那我们距离孟婆就不远了，终于要成功收取当铺的第一笔账了。你们是什么鬼？将证件拿出来！我们是来找孟婆的。无名说出这句话后，腰杆挺得笔直，两个设卡的小丽打量一下他们后，倒是客气异常。先生，你们一直顺着忘川河往前，就可以看到孟婆亭了。主人，孟婆在那边。孟婆，这就是有名之神孟婆，好美呀，好漂亮。孟婆，3期也愣住了，就是这个孟婆欠着天地当铺的一笔账，真是人不可貌相。看着这圣洁如仙子的孟婆，居然欠债不还，真是让人无语。无名，你去和孟婆通知一声，说天地当铺的人来收账了。如果孟婆痛痛快快的，还给当铺的东西还好；如果举有偿还，那就只能动用当铺的力量，用钱了。你是孟婆，我们是天地当铺的人，你欠的东西时间已经逾期了，也该还给我们了。他在说什么？孟婆那可是神明啊，这怎么可能？对呀对呀，幽冥之神怎么可能欠别人的东西呢？你是无名还是3期？我师父的姓名，其实你这等贱灵可以喊的。还有你一个凡人居然混进了冥府，你是不想活了吗？不是孟婆，你是孟婆的徒弟，你师傅不会又去躲债了吧？你们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来这招？欠债就不还呗？你好大胆子，敢这样说我师父，难怪你们欺负王香，一点道理都不讲，一介凡人敢闯冥府，呵呵，谁给你这个胆子？让我收了你，马上让你去轮回转世，免得在这里污蔑人。我师父什么样的人物，居然欠你一个凡人的账？这俩个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污蔑孟婆欠账，还要账上门，这简直就是一大新闻！有手机的赶紧拿出手机拍摄下来。这个孟夭夭据说得了幽冥之神的真传，上一次是谁敢不喝孟婆汤上奈何桥来着？被孟夭夭捉回来，差点给打成了肉泥呀！女人不愧是孟婆的徒弟，看着像个花瓶，其实力竟然也这么强，保护主人要紧，实在是不行，只能先跑了。你感谢你，眼前这个小伙为天地间最大的当铺凶手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人。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无边的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可完成吗？嫦娥说：“我心字上的法。”放肆，敢辱我师尊，本仙子亲自送你去轮回。主人，快跑，我挡不住了。无名只是天地当铺的奴仆，关键的时候如此护着自己，这样的人可不能被孟夭夭杀了。小子，你怎么敢？主人看着是一介凡人，却有如此力量，果然深不可测。难怪这天地之间，天地当铺谁的生意都敢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师傅欠着我们的东西，你不但不说归还的话，还不问青黄皂白，要打要杀，这是你该受的惩罚。还有，欠人家的终归是要还的。我师傅不会欠账的，你算什么东西？你今天做的我会记下的，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哈哈，我从来就不怕人家来报仇，像你们这样欠债不还，还敢暴力抵抗的，我不介意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记住你了。我叫37，长得就是这样，报仇千万别找错人了，对吧？哪怕孟婆不在，我家的东西还是要收回去的。这东西我要先拿回去了。
你干什么？你居然敢拿走孟婆汤？现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东西是天地当铺的，我只是拿走属于我的东西。你一个凡人居然敢闯冥府！你离开可以，得留下你手里的孟婆汤，这不是你可以拿走的。敢动孟婆汤，我就要你魂飞魄散。我也想试试魂飞魄散是什么感觉，可惜啊，天地当铺不亡，我想死都死不了。无名上。他们到底是谁？拿走了孟婆汤，打了孟夭夭，此时甚至连白无常大人也不放在眼里，让手下直接开打。他难道不怕把冥府的天都捅一个窟窿吗？太可怕了！竟在此人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压力，化解了这一次危机，拿回孟婆汤，那对自己不理不睬的孟夭夭，是不是就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这白无常也太菜了，居然连一个灵体都对付不了。孟婆汤的关系太大了，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操，这还是那高高在上的孟夭夭大人和白无常大人吗？他们为了留下此人，竟然屡屡偷袭，找死，赢你不得了！天地当铺的心事，求你印下留人。我这小徒顽劣不堪，孟婆我愿意代他受过，只求上仙饶过他一条小命。你就是孟婆，当年是你和天地当铺签订的合同。小女子正是孟婆氏，那合同确实是我签下的，我也知道逾期了，可是一直没看到当铺的上使过来，所以一直没办法还。这个我并不想赖账，只是有难言的苦衷呀。这竟然是真的！当年的合同已经作废了，天地当铺的东西我们理应收回。我打伤你徒弟，也算是对于你逾期不还天地当铺东西的一个惩罚，你好自为之吧。无名，我们走。你呀，平时教了你那么多东西，你怎么就不用心学？我从小到大就提点你，天地间有几个不能惹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天地当铺。可是你看你这模样，根本就没用心记，我都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和天地当铺的人打起来啊！你能保住小命都是你运气好，你还有脸哭，不肯记我教给你的东西，吃苦的时候还在后面。师傅，那个三七居然用脚踢我，无比嫌弃的踢我，呜师傅，我不干净了。什么三七？不要再提这个名字，他是天地当铺的上使，他代表着天地当铺的脸面，你要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能招惹天地当铺的人。我哪会想到他是天地当铺的，这4个字你也不是好多年没提起过，我都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而且他一上来就说你欠账，师傅你那么强大，怎么会欠账？所以就你呀，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在冥府这一亩3分地上太过于自大了。那孟婆汤的确是当年我当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才从天地当铺换来的，是有约定时间的，确实已经到期了。自己堂堂冥府的10大英帅之一，在面对对方一个奴仆时，都不能第一时间拿下对方，真是脸都丢尽了。孟婆汤一失，还是赶紧去禀告冥王大人吧，否则大乱将出啊！封孟婆照例是2日暂停轮回，等待转世的灵体需多等2日。现在本来名额就少，好不容易有了名额，还不让进去，这是什么事吗？千万年来就没听谁说过奈何桥不准通过的。你们不知道吗？听说这孟婆汤是孟婆借的，已经被一个叫天地当铺的地方收回去了。感谢眼前这个小伙，是天地间最大的当铺，摇身一变成为一片诸天最大的战场。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得还。什么？嫦娥说，有亲自上门拿债就是你感谢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敢去地府跟孟婆讨债，还能讨债成功，回到阳间。主人，你们回来了。是啊，哈哈哈，第一次讨债成功。太好了，主人，这样咱们的名声很快就又能响彻诸天了。无限那边又有生意上门了。真是心诚则灵，还真的让我找到了天地当铺。你是何人？来天地当铺想得了什么东西呢？当东西耶，我没有什么可当的，我只是想投胎转世。可是冥府的奈何桥上的小丽说了，没有喝过孟婆汤的人不准上奈何桥去投胎。我等待这投胎的机会，可是足足的等了上百年了。我想转世呀，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人，想着一起来投胎。不当东西是没有办法在天地当铺得到任何东西的。我是灵体，我在冥府也收集过一些东
东西，比如在冥府我有大量的冥币，还有3座很大的庄子，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些东西换一口孟婆汤喝。我是真的想投胎呀！冥币、庄子。37看着眼前这个胖子有点犹豫，想了想还是说道：签合同吧，把你在冥府的庄子和有多少冥币都写出来，会有专人去核实，准确无误后会立刻实现你的愿望。我有3个庄子连在一起，一个庄子大约有方圆100里吧，庄子里有专门装冥币的地窖，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比这楼50都大的地窖。我好像有10个地窖都装的是冥币，这些够吗？呵的，这个王大成也太有钱了。冥币10个地窖，这得有多少钱？还有3个庄子，连在一起的3个庄子还有10个地窖当掉，就为了得到孟婆汤。这利润也太高了，一碗孟婆汤而已，居然能换这么多东西，不行嘛！我实在拿不出来什么好东西了，求你们了，给我一碗孟婆汤吧！再等下去就算是投胎转世，我那上100年苦等的光阴也全浪费了。天地当铺可是连孟瑶瑶都敢打杀的人，北无常大人都没有还手之力，这种大能要是看不上自己的那点身外之物，可就完蛋了。神仙爷爷上仙呀，求你可怜可怜我一片痴心，苦等了上100年才凑到这一次2人一起投胎的机会，我那心上人已经投胎转世了，我再不走，我们年龄相差就太大了，到时候求你们了，我给你磕头。好啊，签合同吧。天地当铺果然是深不可测，让鬼神都惧怕的存在。神仙姑娘，你们可得快点呀，越快越好，我真的等不了。放心，主人既然已经答应了，会很快。我们这边的人马上会过去查看那些庄子和地窖的冥币，没问题后会给你孟婆汤。走吧，使者随后就到。俗话说得好，一本万利，一碗汤就能换到这么多东西，这可不止一本万利，这是一本万利。那是自然，咱们天地当铺借出去的东西，那可都是举世无双，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主人，我敢打赌，孟婆这会肯定慌了，连冥王那边肯定也惊动了。你就先想想，到时候让孟婆拿什么东西来换孟婆汤吧。孟婆还会来换孟婆汤？也是，估计这天上地下最需要的这孟婆汤的，也就是他了。原本好好的忘魂汤，到了他这里就变成了孟婆汤啊。孟婆虽然是幽冥之神，但是地位还是太低，没什么好东西能让天地当铺看得上眼的。不过咱们也可以算计一下，看冥府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要知道，孟婆汤对于冥府来说，谢谢。对啊，地府离了孟婆汤是万万不能的，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换什么东西了。这一趟冥府之行，主人带回的孟婆汤会给天地当铺带来无尽的好处，而自己的能力也会随着天地当铺的名气大增而慢慢变强。天地当铺的人收走了孟婆汤，并声称那是他们当铺的东西。孟婆大人并未否认。冥王大人，你可曾听说过天地当铺？那当铺果真如孟婆所说，收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宝贝，能满足任何愿望。天地当铺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他们会有使者行走在天地之间，寻找他们需要的生灵交易，他们能满足任何愿望，前提是你有能让他们满意的东西。孟婆做得不错，天地当铺不是他可以抵抗的，以后碰上他们能避开就避开吧。是，谨遵冥王陛下诏令。只是这孟婆汤没了，这转世投胎的灵体怎么办？总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一世的记忆去投胎，他们死后可都在冥府待了很多年了。孟婆来了，你先退下吧，等候消息。是冥王大人。哀无常，没有喝孟婆汤的灵体，不许走上奈何桥去投胎。是，孟婆大人。1天时间，希望能熬制出一模一样的孟婆汤吧。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群众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主。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现在那就能换。什么？嫦娥说，有世界上的王家的人大半天都没有出现，情况有点特殊呀。小女子孟婆是见过上仙。孟婆终于做不出来了吗？不过想想地府发生的事，来的还是有些早啊。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啊？我想来求孟婆汤，上仙只管开价，只要我拿得出来，冥界拿得出来，都可以好商量。孟婆汤？什么孟婆汤？我怎么记得啊？我天地当铺只有忘魂汤啊。孟婆汤不是你孟婆的吗？你来我这求什么？这个求上仙容禀。我当年从天地当铺求得了忘魂汤，用于冥界灵体投胎转世之用，久而久之冥界生
领就叫忘魂汤为孟婆汤了，不是小女子肆意更名啊！念在你之前，并未阻拦天地当铺使者收回忘魂汤，这事姑且不与你计较了。多谢上仙，多谢上仙，求上仙高抬贵手，体谅一下冥府的艰难，可以再次让我们借走忘魂汤，维持地府正常运转，造福三界众生。你也不用给我戴高帽，忘魂汤可以借给冥府100年，100年期限一过，天地当铺就会去收回。这100年间，你们需要提前支付利息，就由你们冥府的还魂汤做利息吧。上仙呀，这还魂汤关系到三界轮回，干系实在是太大了。有句俗话叫阎王让他3更死，谁敢留人到5更？这还魂汤哪怕是魂魄离体，没有呼吸的人，只要喝下还魂汤，依旧是可以起死回生的。这凭空多出来的寿元是要更改生死簿的，这小仙真的做不了主，还望上仙换一个条件吧。你们冥府能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看得上眼？也就一个还魂汤而已，而且能还魂的不过是人间区区凡人的性命，改一下生死簿又有何关系？冥府小利不是很多了，让他们加一笔即可。上仙能不能改一改这利息？还魂汤实在是不行呀，这东西当年流落在外面，冥府可是动用了10万阴兵，死伤无数才把这还魂汤给弄回了冥府，求上仙了。孟婆是你还是和尚回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其实主人要还魂汤是帮你们大忙的，你难道不知道吗？此话何解？还魂汤要改生死簿的，延长人的寿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贵主人这是在难为小新呀。人界这几年出生率太低了，导致冥府灵体增多。虽然冥王给出了10年一次转世投胎的机会，但是有了还魂汤，不是可以让冥府新增的灵体变少吗？这不也可以缓解一下冥府的压力吗？这个还请上仙容我回避冥王，商议过后再来叨扰。我说的话，孟婆是你可以多想想，这对你们冥府可是百利无一害。何况这个还魂汤在我们天地当铺手里，也不是谁都能拿到的。这多谢姑娘提醒，小仙回去启禀冥王后再说。谢谢主人，你真能。要是咱们天地当铺有了还魂汤，晃晃，那生意绝对好。只是那还魂汤对于冥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看孟婆这模样，我又有点担心他们不肯交易了。没事，那些灵体喝了假的孟婆汤转世投胎，因为药力不足，恢复了之前的记忆，这种情况肯定不少。到时候一旦闹开被天庭知晓的话，肯定不会任由这事情发生。到时候天庭施加压力，冥府会走投无路的。对呀，咱们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孟婆肯定还会再找来的，我定下的规矩谁也不能改变。不行不行，当初我们冥府拿到还魂汤的时候，那是用10万将士魂飞烟灭换来的，怎么能把这东西给天地当铺？天地当铺做生意极其霸道，一本万利，咱们不能再和他们谈下去了。是呀是呀，孟婆汤药效不够，咱们就让那些灵体多喝2碗，用还魂汤做利息。天地当铺的脸也太大了，什么都想要。就是啊，不能坏了这个规矩，这个求姐真不能答应。真吵呀，好想一觉睡到天亮。那就先这么定了，孟婆，由你负责把此事处理好，都散了吧。主人，大事不好了，冥府那边乱了，三彩庄最近不少人在偷窥，我担心有变，特意带回来一些宝物，另外请求支援。冥府已经换乱了吗？月影，你跟着去一趟冥府吧，那边是咱们在冥府的第一份基业，不容有失。是主人。见过上仙，我要交易，换取孟婆汤的使用权。这是还魂汤，上仙，这还魂汤当初是在一处集天地之灵气的地方找到的。冥王为了不让还魂汤失效，索性把那一处山洞直接搬了出来，就变成现在这模样。如果要取还魂汤的话，这清水就是，而且这还魂汤每日都会自动溢出，救人的话只用1滴足矣。忘魂汤只足不换，还魂汤是利息，100年的利息，你若不能当家做主，就让冥王来和我交易，而且事不过三。你若还是这样犹豫不决，以后就不要来天地当铺了，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客人。我愿意签契约吧。月影准备何了吧？写清楚，天地当铺是借充孟婆汤，这孟婆汤是天地当铺的，300年内天地当铺也可以随时去取一些孟婆汤私用。不，这孟婆汤无取走后，不就是归地府了吗？怎么天地当铺还可以随时去取？怎么能这样？以前都没这规矩。天地当铺是租给你，不是卖给你。天地当铺的东西，你没权利说不。以前没有，以后有就是了。我说的就是规矩，你愿意就签字，不愿意请回。这我在哪签字画呀？契约即已完成，地府还有要事，小仙就先告辞了。
孟婆不敢讨价还价，又走得这么着急，看来地府这是要大乱了。你们也赶紧去吧，三才庄不容有失。遵命，主人。你敢信？眼前这个小伙被天地间最大的当铺选中，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主。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修为无边的太阳，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不还。什么？嫦娥说有心就上门看看瞧的事。刚刚看到忘川湖畔的灵体都在往这边聚集了，蠢蠢欲动，似有大举进攻的意思啊！这一次冥府大乱，要倒霉的估计就是富足的庄子了。据说最近忘川湖畔就有不少的庄子被盯住，大量灵体聚集烧杀抢掠，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不管如何，咱们都要保住三才庄。三才庄外，无数的灵体聚集在一起。三才庄内有无数的宝物，还有数不尽的冥币，只要得到那些东西，咱们就能称雄冥界，与那冥王掰掰手腕了。是呀，是呀，没准还有修成鬼仙的可能。对，我们已经掠夺了那么多庄子，只要攻破三才庄，肯定就能称雄冥界。小弟们，随我冲杀！启禀冥王大人，那些叛逆已经在围攻三才庄了。传令，让10大阴帅带领阴兵在三才庄外面严阵以待，听我旨意再动。遵命。这三才庄已经归天地当铺了，这次就看看天地当铺怎么处理。敢趁我冥界大乱敲诈于我，这次就让你们也跟着出血。已经多少年没有像今天这样斗志昂扬了，不管是明面上的，还是藏在背地里的老鼠，今天都将成为我们天地当铺的踏脚石。月影界好气魄，今日咱们就斩他个天崩地裂。三才庄是天地当铺的产业，今天在场的不管是神还是鬼，都给我记住了。在冥界哪怕惹怒了冥王，你没准还能活，但要是惹了我天地当铺，诸天世界无尽寰宇都要将你灰飞烟灭。这天地当铺的人胆子可真大，他们是不是忘记了？这里是冥府，不是人界，也不是神界，是咱们冥王的地盘。口气也太大了，难怪冥王命令咱们按兵不动，只让作壁上观。我天，这次混乱难怪这么难平息，原来里面有鬼王级别的灵体在幕后操控。这里面居然有鬼王存在，鬼王那可是比10大阴帅还厉害的灵体。这群不起眼的灵体中，居然可以诞生鬼王，这样级别的灵体，他居然也来攻打三才庄，难怪外面那些阴帅只敢藏在暗处。三才庄原来的主人溜的倒是很快。把这一笔巨大的财富留给了天地当铺，他以为现在的天地当铺还跟1000年前一样厉害吗？你见识过1000年前的天地当铺？你是神？华月影，哈哈哈！要是1000年前，我见你自然是恭敬有加，但是天地当铺已经不行了，你一个气灵，呵呵，外强中干，我不信你还斗得过我吴天。我操！吴天，你居然是吴天？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差？这吴天和上一任主人相熟，我还曾给他倒过茶，他之前是比冥王还强的存在。那他如今怎么会仅仅只是一个鬼王？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们还是小心点吧。我面对如今的冥王都有几分底气，可是现在对上他是一点底没有啊！拼了！为了当铺的威名和利益，咱们拼了！当铺不灭，咱们不死，顶多重伤。拼了！你这奴婢，要你多言，不管你们如何密谋，今天我势在必得。敢抵抗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把你们都留下了。你放肆！呵呵，吴天，你敢冲进三才庄，就是和天地当铺为敌。你要是今日退出，我念在主人的份上，就可以留你一命。大胆，你敢死！冥王大人，是吴天，这次背后的指使居然是吴天，你说他是不是想来拿下冥府，取代你的位置？不，吴天不会看中冥王这个位置，当年他要是愿意，冥王就轮不上我了。人家志向在神界，又怎么会看得上这区区冥府？我们都去看看热闹吧，两败俱伤那是最好的。是大人。自己虽然受伤了，但战力不减，无名也还没消散，或许还有机会保全三才庄。不好，月影和无名出事了！混蛋，赶上我的人找死！天地当铺的力量深不可测，不是我能惹得起的。10大阴帅出面帮着收拾残局，记住以后在冥府，天地当铺和三才庄就是一个禁忌，谁也不能招惹。谁敢给我闯祸，我直接把人扔给天地当铺随意处置。是谨遵冥王大人诏令。冥王大人，我觉得您应该露个面，以免惹恼了天地当铺的人。
月影，醒醒！主人，我不要紧，回到当铺休养一段时间就行了。使者大人，花姑娘需要静养，剩下的清除余孽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办好了。哦，是冥王呀！见过仙使，我曾听过说你家主人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小女子当年可是仰慕的很，怎么不请我进去说话吗？你感谢眼前这个小伙为天地间最大的当铺群众摇身一变，成为无尽诸天最大的战役。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还是作为无边的太上，或是楚楚动人的嫦娥仙子，只要你欠债那就给还。什么？嫦娥说，我的心智尚未看满的事情。感谢眼前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事管人生死的冥界之王。此刻她正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话，怕我生气。见过仙使，我曾听过说你家主人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小女子当年可是仰慕的很，怎么不请我进去说话吗？哈哈，请冥王入府一叙吧。多谢仙使。仙使，刚才那吴天其实和我有些渊源，他最后化身的那白骨其实对我特别的重要，那是我曾经的哥哥，遗落在冥府之物，所以我想让他物归原主，还给我哥哥，你看可以割爱吗？冥王，你过来。不管今天这吴天是意外还是故意的，以后我不希望这三彩庄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不然到时候万一误杀冥王的人，那就怪不得我们了。仙使误会了，我这边实在是应接不暇，并不是故意放任吴天进入三彩庄，你不过一个凡人，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要不是靠着天地当铺，我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冥王大人请回吧。如果你今日给了我白骨，我以历代冥王发誓，以后有冥府一天，三彩庄都会屹立不倒，享受各种的特权。还真想把我当软柿子捏啊！哈哈，冥府消散了，天地当铺也不会消散，这一点冥王放心了。天地当铺不倒，三彩庄不倒。要是冥王没什么事情，还请回吧，我要带花月影回去了。忍着，自己打不过，又得罪不起，也只能忍着了。哼，那本王先告辞了，仙使下次再见。三彩庄是天地当铺的产业，闲杂人等不得随意出入。是金尊大人诏令。主人，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对付不了吴天，我太弱了，实力还没有恢复过来，弄到最后还要你来救我。没事，咱们也不是全无疏忽，至少得到了连冥王都眼馋的这个。冥王眼馋，让他来和天地当铺做交易。那吴天，我感觉就是他故意放进三彩庄的。你可别看她一个娇滴滴的女子，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她没有手腕，能让冥府那么多阴帅对她服服帖帖。是啊，去好好养伤，别多想了，我等着你和无名早日恢复。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主人了。放心去吧。这是通往神界的通道，神界的客人会是谁呢？天地当铺就是这里了，你是天地当铺的主人吗？翠云山芭蕉洞罗刹女拜见仙尊。原来这就是芭蕉洞的铁扇公主，柠檬王的原配老婆。没想到她居然会来天地当铺，铁扇先请起。不敢，果然不愧是传说中的地方。这天地当铺里的仙尊，居然能知道自己这样一个小小地仙的来历，真是可怕。你今日要所求何物啊？回禀仙尊，我今日来是因为我儿红孩儿自从跟了菩萨修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有时候日夜思念情不能自已。而且我夫君牛魔王时常不在家，我实在是孤独寂寞的很，就想着求仙尊赐一个孩儿环绕膝下。求孩子可以，但是我要你的芭蕉扇。这仙尊，我可以用其他的来代替吗？那芭蕉扇对于我来说，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非常的重要。不行，你命中本来只有一子，你现在想再强求一子，就只能强行逆天改命。芭蕉扇跟你改命一比，其实差了许多。你若愿意就签下契约，若是不舍就想离开，你能来天地当铺就是上苍给你的一次机会。难怪这么多年生下红孩后便再无半点动静，原来自己是命中再无子嗣了。好吧，今天能来这里也是我日夜叩拜天地求来的机遇。芭蕉扇在此，我愿意当掉芭蕉扇，换取我孩子出生的机会。签下契约，如你所愿。多谢仙尊了。这可是好宝贝，有了这件法宝，天地当铺就能呼风唤雨。不对，还少点东西，对，还差咒语。等一下，你还有一件事情没办。仙尊还有什么吩咐？把这芭蕉扇变大变小的咒语也交出。这芭蕉扇有变大变小的咒语，除了夫君，天下再无第三个人知晓。没想到天地当铺的主人一口就喊破了，仙尊勿怪，是我情急之下差点忘记了，还请恕罪。无妨，契约限。只要我生下灵儿，一定会给天地当铺每日上香叩拜，到时候我和夫君都会感激不尽。哈哈哈，无妨，契约既已生成，你回去吧，水到即可驱成。多谢仙尊大人。
主人，你太厉害了，居然拿到了芭蕉扇，这可是开天辟地时诞生的宝物。你怎么出来了？主人一签完这个契约，我就恢复了，而且比之前在冥界的时候更强了。再遇上吴天这号人物，我也能只手将其镇压。哈哈，看来今日来的这铁扇公主还算是个福星哦。是啊，主人，咱们不仅换到了宝物，还增强了实力，真是双喜临门啊！以后这样宝物会越来越多的。对了，回头有空我们去找宋万华，把天地当铺借出去的财神爷收回。那财神爷都逾期了，这回也该物归原主了。好的呢。